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只言片语，我是双双。这一期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超级重磅嘉宾，他就是 Geek Climber。如果你攀岩呢，你应该已经知道 Geek Climber 的名字。我去年刚开始攀岩的时候，其实 Geek Climber 是我最早知道的攀岩博主之一。我当时呢就在 YouTube 上搜一些关于攀岩初学者技巧视频，然后就搜到了 Geek Climber 的名字，然后我就花1个周末的时间，几乎把他当时所有的视频都看完了。然后我就记得他和 Jen Sense 马上变成了2个我最喜欢的 YouTuber。因为我觉得 Geek Climber 的视频非常有创意，也有很多很认真的制作针对新手攀岩爱好者的内容。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Geek Climber 的本人来到只言片语做客。好，大家好，我是 Geek Climber。那我 YouTube 从2017开始做，到现在大概也3年半。我会请教他一些关于他很擅长的 Moonboard 还有仰角线如何爬的一些技巧，然后我也会问 Geek Climber 几个我蓄谋已久的问题想问他，所以这是一期粉丝见面会。对，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环节。我攀岩的风格相对比较擅长一些平衡线，还有 crimps， 还有或者在角落里扭来扭去的那种线，就是不太需要力量的。而 Geek Climber 从我看他以前的视频，我感觉到他的风格是跟我完全相反的。对，我自己比较喜欢爬就是仰角线。然后我看你最近也有很多就是苦刷 Moonboard 的视频，因为我疫情期间严管关门，我在家里后院也建了一个攀岩墙，然后那个墙虽然不是 Moonboard， 但是和它很像，就也是有30度的仰角。我就发现这墙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自己建的墙哭着也要爬完，就是爬的过程中很痛苦。所以呢，就想请教你几个关于爬 Moonboard 类型或者这种仰角线的技巧，不知道你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呢？对，其实爬 Moonboard 的话，因为它既是仰角，然后手点又非常的难抓，所以你等于是技巧方面真的要做得非常到位啊。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脚必须要踩得非常的用力，然后踩得非常的稳。因为像如果说你爬一般 gym 的仰角线，假如说手握很好抓的话，就是你脚没踩稳，或者说你脚只是踩在脚点上，就只是放在脚点上，你大概也可以用暴力用手把它爬完没有问题。Moonboard 除了手难抓之外，它的脚点有些也非常的滑，所以你踩的时候真的要踩得非常用力。我想一般人他在爬的时候，你有可能手会抓特别大力，但好像很少人会下意识的会去脚会踩特别大力，至少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脚点要踩得非常用力，这个是非常，然后不要怕滑。感觉这点对新手来说是一个要培养意识，在墙上的时候就觉得哇，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就是手怎么样，身体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大脑已经不够用了，还要传达意识到脚上，什么 core 要绷紧，然后脚一直要点到墙上，就还需要花时间慢慢培养。对，然后在这个你刚提到的 core 要绷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 core 没有绷紧的话，等于整个身体是往外，那你手抓的那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你 core 真的要绷紧，下背往前推，然后这个臀部要靠墙。就这个虽然说你爬一般正常的线的时候也是应该要这样子，但是在爬 overhang 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这件事情。为什么想要专心的去爬 Moonboard？因为我每次去洋馆就觉得会被很多新开的线啊，或者我已经有的 project 吸引，就觉得那些已经定好线多有意思呀，就不会想要去面对一个一直在那里的板。其实从去年开始的，怎么讲，就是我想要爬 outdoor 吧，就是我这个就我住我附近有个 outdoor V7，就是我一直想去爬，因为我说我爬了岩馆里面的 V7，然后这个 comment section 有人就会吐槽说这个也不是真的 V7，你的岩馆比较软等等等，所以我想说，我同时还要想办法爬一个 outdoor V7，才可以说才 really claim 说我是 V7这样子。那个线就是感觉跟 Moonboard 非常的类似，所以我想说我从 Moonboard 开始练习。那当然后来因为发生了疫情嘛，所以后来也就没有机会再回去完成那个线。当然疫情结束之后，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这么长时间 Moonboard 训练，我再回去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把这个 outdoor V7给爬下来。哇，祝你好运！我知道你已经攀岩了10多年，然后做了3年 YouTuber， 这期间一定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代表广大粉丝来问你一些问题。我知道你最开始其实做视频的初衷是为了提高英语，
然后没想到就是越做越大，然后现在有非常多的 subscribers。所以我想问，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开始做频道，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多关注吗？还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突然就很多人？你第一次被粉丝遇到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对，其实我做这个大概做了1年才稍微比较有成绩，前1年基本上都是非常的挣扎。那我第一次遇到粉丝其实是大概做了3-4个月后，然后在我的 local 的 gym 遇到的。那被认出了当然是非常兴奋嘛。然后比较好笑的是，一般都是粉丝要求要跟这个人合照嘛，但是我不一样，是我看到粉丝跟我说，我们要拍个照，我们要拍个照，我不要求的，就非常好笑，你知道。但是后来我也跟他拍一张照，然后拍照放 Instagram 上面留念，然后这个就是当然是就是觉得努力终于有别人看到，那心情是非常的就是非常好。在你当 YouTuber 过程中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吗？像我从小就是基本上就读书，对不对？到现在工作写 code， 然后这个算数学，就基本上都是你花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成果的一件事情。但是 YouTube 的话不是，我会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说，有时候你花很多精力投注下去拍 video， 然后这个花很多时间去剪辑，但是会发现怎么好像没什么人看。但有时候也很好笑，就是说有时候你 effort 花的很低，怎么突然就100万个观看？就是这样。像我之前就跑去那个Fit Expo， 在 Reddit 上面看到一个广告，然后我也没有 plan 好，然后我就跑过去了，然后跑过去拍了一下，然后随便去玩了一个那个 Hand Challenge 的 contest， 然后拍的过程 edit 过程也都 effort 都非常低，结果我100万观看。做 YouTube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玄妙的一件事情。还有看过你跟那个 Paul Robinson 的合作视频，他是你就是在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Pro Climber 吗？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跟他之间就是发生的故事吗？对，就他是我第一个遇到 Pro Climber。但之所以我有机会跟他见面，是因为我在2018的时候做了一个 30-day Handboard Challenge video， 那这个 video 就是很多人观看，然后那个 video 里面呢，我有提到 Paul Robinson， 就是我就基本上就说我 try 他的训练计划，然后就发现太难了，就是不 work， 对新手不友善。然后当然因为这个 video 因为很多观看，所以他也看到了，当然看到了他就说 no， 这个绝对不会太困难，我一定要跟你见个面，然后训练你，来告诉你说，我的训练计划事实上对新手是很友善的。那就促成这个见面，然后见到他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就觉得哇，天啊 ，Paul Robinson， 因为毕竟刚开始攀岩的时候，像2010那个时候有一个 video， 当初了2010的时候非常非常红的一个 video， 然后里面有 feature 到 Paul Robinson， 所以当 Paul Robinson 本人有机会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哇，这个非常的 starstruck。那当然他人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有耐心，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验。我发现其实攀岩的频道有这么几类哦，就一种是那种专门教学讲攀岩的技巧，比如说 Rock Entry， 然后另外一种是比较偏向于分享他们的科线的过程啊，攀岩生活，比如说Eric Carlson 还有 Bouldering Bobats 这一类。但是我感觉你的频道我很难定义，因为发现你就是对你频道上的视频涉猎很广，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和攀岩有关的很多话题，比如说你有很多关于你自己怎么做 muscle up 之类的一些就是给你自己设的挑战啊这些过程，然后你甚至还有去采访一个岩馆是怎么经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感觉很有创意。所以我就比较好奇，你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人吗？也是就比较 creative 吗？其实我这个叫做不得不有创意，因为像Eric Carlson 或是什么 Bouldering Bobats， 他们攀岩都非常非常厉害嘛，所以他们就是等于是拍他们自己攀岩的过程，那很轻轻松松就会有固定5-6万个 view。其实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令人佩服的一件事情。那毕竟我也不厉害嘛，那大概就是从 B5 然后一直进步到 B7， 然后就大家喜欢看我进步的过程，问题是进步这件事情也不是。就是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在进步，得有一些 video。那这种有些 video 的话，我就必须得发挥创意。所以像我的话，我尝试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模式，我还跑去什么街头采访啊，我还跑去模仿啊，对不对？我还跑去这个去 prank 别人，就这些事情我都去做了。那其实都没有一个 work， 但我觉得说。
要不断的尝试，然后要创意。那当然是我本人会像在影片里面这么疯狂吗？当然也不会嘛，因为那个毕竟很多都是表演。对，对，但我觉得这个 YouTube 是等于是一个a battle of creativity， 对不对？它是 YouTube 是一个比较创意的地方，你也不一定要长得特别帅，或者特别美，或者攀岩爬得特别厉害。你看，像我就是活生生例子嘛，我等于是这个靠着创意，然后我有办法做出成绩。对，确实用成绩来说明频道办得越来越大，然后现在你已经有了超过多少15万的 subscribers，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因为大家知道攀岩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不会像什么游戏啊、动漫啊，在 YouTube 上稍微做一下就可以几百万粉丝，所以15万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我这里想问的是，就是它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你的生活吗？说生活的话，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也没赚多少钱，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等于是假日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搞一搞 YouTube 那如果说对我最大影响的话，应该就是它 motivate 我，就持续不断的去 train 尤其像我没有 YouTube 之前的话，我是快乐攀岩那一派的，我就是爬，然后就进步到 V5，然后我就停了，然后也觉得没关系，反正我也爬得很开心，然后爬我身体也觉得蛮健康的，所以我也没什么动力在进步。但是自从 YouTube 上发现，我进步的话，会有很多人愿意看，然后再来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的留言跟我说，看到我进步的过程，就是被我给 inspire， 就想说OK， 我为了这些人，我也得努力的训练，然后去进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 Good Climber 来做客只言片语，然后也祝你的频道越办越好，祝你早日完成你的 Outdoor V7 Project。谢谢，拜拜，拜拜。